2011年泰国10月，东南亚依旧燥热，空气中流淌着不安的因子。清盛码头人声鼎沸，人们如往常一般忙碌着。突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水面上赫然浮起了2具尸体，定睛一看，竟然都是中国人。触目惊心的湄公河大案揭开帷幕。当时的人们或许无法预料，这起不寻常的血案最终改变了东南亚。对中泰两国来说，湄公河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水道。澜沧江湄公河干流全长4880公里，中国景洪港与泰国的清盛码头是连接旅程的关键点。344公里的航段承载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，这是通向财富的黄金水道，也是危机四伏的东南亚亚丁湾。对泰国军方来说，2011年10月5号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日子。这一天，他们在湄公河上抓到了一伙态度恶劣的毒贩。诡异的是，这群毒贩竟然是中国人。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，泰国军方接到了秘密情报，情报中说湄公河上汇入了走私毒品的货船，于是军方立刻展开了盘查。很快，2艘装着水果的中国货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尽管从表面上看货物没什么问题，可奇怪的是，货船上负责看守的人却神色紧张，鬼鬼祟祟，压根儿不像水手。于是军方多留了个心眼，厉声喝停船只。不料一听命令，货船却开足马力，撒腿就跑，似乎坐实了运毒的阴谋。慌乱中，泰国军方开枪射击，船上一人当场毙命。随后，双方便在湄公河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。好在约半个小时后，货船停下，军方立刻派出精锐武装翻身上船。到这时，2艘货船的身份才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，一艘是玉兴8号，一艘是华平号。毫无疑问，他们都来自中国。上船后，眼前的惊悚的一幕令泰国军方彻底惊呆了。船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具血淋淋的尸体。可怕的是，尸体已面目全非，根本看不清是谁。船舱上留下了多处弹孔，枪支也随意摆放，血迹顺着甲板一路向下流淌。最要命的是，小小的2艘货船上竟然藏着巨量的毒品，麻黄素的数量约为90万克。众人哗然，携带如此数目的毒品公然航行在湄公河上，堪称挑衅。由于牵涉到中国，事件的严重性顿时上升。中国警方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泰国传来的消息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2艘运送水果的货船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船呢？摆在眼前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：船上原本的船员究竟去了哪里？如果他们当真是毒贩，又为何会抛下自己的货物匆忙逃走？他们逃窜的方向是否隐藏着更多毒品？然而，短短2天后，情况却发生了惊天逆转。人们先前所设想的种种，通通被打破了。10月7号，清盛码头注定不太平。漂浮的尸体、围观的人群、打捞的船只，共同构建出了一幅魔幻的画面。很快，遇难者的遗体被打捞上岸，人们定睛一看，再度震惊。这2具尸体正是此前被视为毒贩的船上人，一位是华平号的船长黄勇，而另一位年轻人则是玉兴8号船长杨德义的儿子。他们死状凄惨，叫人不忍直视。从尸体上密密麻麻的伤口来看，2人不仅被子弹贯穿，而且还曾遭受了虐待，身上有着明显的刀伤。正当人们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第2天湄公河里的另外9具尸体令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9具尸体无一例外都是中国渔船，和此前类似，他们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，最终被抛尸湄公河。事实摆在眼前，真相无需质疑，中国船员并非毒贩，而是受害者。惨案消息一出，顿时举国哗然，一时间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，只有找到凶手，给予他们相应的惩罚，才能告慰亡灵。很快，2国警方锁定了嫌疑人诺康。这位诺康是金三角地区的大毒枭，在湄公河流域，诺康可谓是无恶不作，从制毒贩毒到杀人越货，乃至敲诈勒索，可谓是罔顾法律，堪称地方一霸。诺康之所以敢如此嚣张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手上掌握着武装力量。诺康武装力量原本是昆沙武装的残部，历经数年发展，已经规模惊人，成了当地一霸。诺康在湄公河活动期间，与中国人结下了梁子。最开始，在诺康看来，中国人就是他的盘中餐。从2008年以来，他就开始频繁袭击中国船只，甚至抢劫中国公民。此前便有16名同胞遇难。后来，诺康惊讶地发现自己小看了中国人。中国人厌恶毒品，不可能给诺康好脸色。必要时，中国船只也会配合别国的禁毒行动。此前，缅甸军队就曾经使用过中国船只来清剿诺康的贩毒组织。诺康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发誓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。于是便有了这一起湄公河惨案。
10月5号上午，诺康便带着小弟们埋伏在湄公河的缅甸段，劫持了2艘货船。他们心思歹毒，不仅想要船员们的命，还想让中国人背负上贩毒的骂名，这才将巨量的毒品安放在了船上。随后，诺康等人挟持船长驶向港口，引起了泰国军方的注意，这才有了那场追逐战。但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件事背后竟然还有着泰国军方的身影。原来，就连军方的枪击追逐也是诺康计划中的一环。早在9月，他就打入了泰国军方内部，勾结了9名不法军人，共同上演了这出好戏。凭借着搜查毒品的名义，这9名军人不断向货船开枪射击，甚至最终丢弃了一名中国船员的尸体。说白了，湄公河惨案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报复。中国不可能咽下这口气，很快针对诺康的抓捕行动拉开帷幕，而这起案件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，东南亚的格局甚至因此而变。抓捕诺康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的底线。得知真相的第一时间，中国与老挝、缅甸与泰国的3国政府取得了联系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调动警力抓捕凶手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4年4月，在老挝警方的帮助下，诺康等人落网。随后，中国政府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，便完成了引渡手续，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拉来中国接受审判。同年9月20号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庭开启了公开审理流程。3个月后，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或缓刑。令人气愤的是，他们竟然不知悔改，执意提出了上诉。于是，云南高院再度进行判决。这一次，事实更加清晰明了，上诉被有理有据的驳回。这场性质恶劣的湄公河大案，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然而，湄公河案的影响却刚刚开始显现。中国深知，纵然罪犯伏法，可死去的无辜生命再也不能挽回。痛定思痛，相比于事后弥补，倘若能够实现预防，便能避免惊喜。